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肖战的权谋大剧，原来泡澡的戏码，看他复仇还好看。《沧海传》演了10集，才发现前面的戏全都是开胃菜。直到沧海与庄二公子下水泡汤，方才是明白沧海高能复仇才开始。浴池泡澡才是剧情的分水岭。更高能的是，男女主角的爱情戏码也是从那格杀沐浴开始的。说实在的，看到沧海泡澡，感觉比他复仇还高光。记得去年清明上河图密码中，男一与男二鸳鸯戏水的场景，张颂文被周一围拉到澡堂子谈案情。这两个油腻中年大叔贡献了全剧最高光时刻，辣眼睛，自然也是全程笑点不断。再看沧海与庄二公子一起在枕楼最豪华的澡堂子里泡澡，说实在的，看到在水中的肖战，感觉还是有点不舒服。历史权谋大剧也脱离不了这样的尴尬场面。看完沧海的沐浴，便是女主查案香的木桶沐浴。曾几何时，女主沐浴的戏成了影视作品的看点之一。只要有女主沐浴的场面，就会有男主冒失的出现，就像最经典的《倩女幽魂》。王祖贤把张国荣一把拉进浴盆里，自己则像飞蚁扑火一样俯身吻了过去。《沧海传》里夹杂私活，也是在所难免的，这是市场和观众的需求。不过，昨天的剧情开始反转，高潮迭起，才是权谋大戏的开场。沧海一直以为顺利杀了平津侯身边2个大红人，一切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。其实，他不知道自从走进侯爷身边起，就进入到了那个老狐狸设下的圈套里。平津侯是何等的聪明，又何等的老奸巨猾，他又怎么能轻易让一个来路不明的小毛孩近身呢？侯爷直接来了一招请君入瓮，就等着沧海露出马脚。当他在侯爷的密室里看到爹娘被剥下的皮时，便想把复仇计划提前完成。他在郊外墓地找到父亲做的绝世兵器，可以在暗中杀人。于是，他便趁机在侯府举办祭奠仪式前，把香炉与香做了手脚。而镜头一晃，就到了祭拜的现场。画面是侯爷一上香，就被香炉里射出的暗箭射死。结果，画面再一转，这全是沧海的幻想。这香都快烧完了，也没见香炉里有什么动静。原来，他可疑的行迹早被管家看在了眼中，香也被换了下来。侯爷在众人面前质问沧海为何要对香动手脚，并命令管家也在香炉里找暗器。这时，真的为沧海捏了把汗。然而，再一次反转，香炉里什么也没有，暗器没了。这是《沧海传》开播至今第一场真的让人紧张的戏码。前面黄龄的生死逃脱、舌战群儒都没有这次来的紧张。也就是从这时开始，沧海才知道要杀这个侯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而拿走暗器，暗中帮助他的就是面具人。面具人告诉沧海，他的仇人不止平津侯一个，其中第3个还不知道。虽然观众都猜面具人就是第3个凶手，估计沧海心里也有疑问吧。他铤而走险，主动去接触庄二公子，要把这个阿斗扶上墙。只有阿斗成为了侯爷的新接班人，就能把秘密套出来。于是，就有了沧海主动现身到枕楼里高级浴池里，与二公子鸳鸯戏水。不过，
又一个高能，紧张时刻也来了。庄二公子成了第二个知道藏海身世的人。藏海小瞧这个二公子了，他的傻笨都是装出来，也是为了自保。而他也认出了藏海身上的伤，并来了反杀。他用药酒把藏海灌醉，并让伤口更清楚显现出来。百密一疏，藏海肠子都快悔青了。二公子虽然恨自己的父亲，但还不至于要大义灭亲。他给藏海1天时间，远离京城，离开侯爷。就这1天的功夫，藏海就反击成功，虏获了二公子的信任。没想到藏海还会仵作的活，查出二公子生母上中毒而死。他收了二公子为徒弟，两人相互承诺要帮对方报仇。后来藏海来枕楼找查案香帮忙，让他帮杀一个人。女主这时一脸得意的在浴盆里沐浴。藏海传播出了1/4，褒贬不一。除了赞叹布景、道具及配角的出彩之外，男主的演技是被吐槽最多的。一部权谋大戏，只看到了男主单打独斗，没有看高能反转的紧张剧情。于是更多的网友开始批评导演与编剧。其实我认为这就是郑晓龙的高明之处。《甄嬛传》要不是让甄嬛一点点被欺负和折磨，怎么能最后一步步反杀？只有当初被迫害得够惨，日后才能手下不留情。像《琅琊榜》里梅长苏回京城来复仇，回来便是智勇双全，是很爽。但是这样的全才也会让人有些质疑。藏海小时就很聪慧，被秘密培养了10年，回到京城，一个涉世不深的青年，不经历磨难，怎么能真正成为玩弄权术的高手？所以看《藏海传》就像是看一部男人的成长史，或者说是肖战的演技变化史。只有当藏海决定与二公子联手时，真正的复仇大戏才开始。只有女主香公主能与藏海双剑合并，好看的大戏才正式上演。看肖战的戏，真的要有耐心。酒香不怕巷子深，好的演员也需要好戏的打磨，更需要观众的耐心与支持。